面对垂直下落的球总发不出力，知道侧身却总学不会转体，知道顶宽却无法绷紧核心，甚至知道重心转换到左脚，可还是找不到发力的感觉。正确的顶宽顶肘重心转换到底怎么做？这些动作的顺序又是什么？为什么童子功可以轻松完成双脚跳杀，而你的跳杀总是这样或者这样？一个视频深度解析力传导各环节顺序与方法，这期真是学会跳杀的钥匙。Let's go！ 视频中球拍胜利音爆 Pro， 前俯手柄与升级拍框拥有更快挥速，进攻上限在好上手基础上变得更高。本期视频非常干，大家备好水。学习前需要大家对重心转换、顶宽、顶肘有概念，后场发力的精髓都在里面。想要学会跳杀的球友必须理解这期内容。首先，发力需要拥有足够的发力空间，我侧身架拍发力空间是不够的，只有侧身架拍才能拥有足够的发力空间。但若此时不转体击球，或者左脚向后摆转正身体击球，或者推到球后面向前迈右脚转正击球，这些都发不上力，因为这些都没运用到核心的力量。能将身体力量集中在一点发出的方式叫鞭打发力。鞭打发力是经过各关节依次发力实现力传导的过程。架拍后，如果想击球时手臂有力，首先需要核心的力量能够传导至手臂。此球样在完成引拍中，核心区并未产生任何牵拉与发力，这是错误的顶肘。正确的顶肘一定是在核心被拉开后，核心收紧，带动着大臂前挥，手腕保持不动出现的顶肘，它是正确的。正确的顶肘需要核心发力带动，核心区想发力需要先被拉开。我们需要运用腿部发力，从而拉开核心区。而腿部发力拉开核心区的方式只有重心转换，顶宽与重心转换密不可分。顶宽做不好，一定是重心转换出了问题。完成架拍时，重心在右脚。当击球点在身前时，我们直接用顶左胯的方式将重心转到左脚。此时虽拉开了左腰部核心区，但无法带动肘朝前。完成架拍后，直接转右肓可以带动肘朝前，但无法拉开核心区，只能依靠小臂力量击球。正确的重心转换与顶宽相辅相成。首先，左脚选择合适的位置转正脚尖并下踩，左脚下踩带动着在右脚的重心上升，右脚顺势发力完成顶宽，从而最大程度拉开核心区。左髋与右肩核心收紧，带动手臂前挥。当击球点在身后时，架拍移动至合适位置，击球点在头顶上方，重心在右脚。抬起左脚，同时转正左脚尖，保持右侧髋部不改变下，将左脚后放置身体重心位置。注意，当左脚后放时，核心还未完全绷紧，因为左脚尖先着地，此时重心还在右脚。然后左脚发力下踩，则右脚处重心一定上升，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左髋后移、右髋前顶的效果。此时下半身转正，左髋与右肩间最大核心区充分拉开，身体自然会形成反弓，核心收紧，带动顶肘甩出小臂击球。所以正确的顶宽动作一定伴随着重心转换。在重心从右转到左的过程是呈弧线，是左脚先下踩带动完成的。引拍阶段一定要在左脚已经开始下踩，或者说重心转到左侧后再开始。左脚下压不仅将核心拉开，还带动右脚重心上抬。右脚重心上抬，同时顶宽带动大臂上挥，从而出现顶肘。也就是说，当顶肘完成时，身体重心一定在左脚。错误的顺序是重心还未开始转到左脚就开始引拍，这是错误的引拍时机。这是正确的引拍时机。一定要在重心开始踩在左脚后，在身体右侧被带动向上，同时出现的顶点才是正确的顶肘。重心转换是左脚先找位置下踩发起的，左脚下踩带动的顶宽，顶宽后核心收紧带动的顶肘。很多球友发不上力，就是因为这里的顺序做错了。一定要多多感受左脚下踩再带动顶宽的感觉。
不要总想着用身体右侧发力。右脚上蹬出现步了重心转换，也无法牵拉核心。当重心还在右脚时，引拍根本无法进行力传导，要么容易提前压腰，要么容易强行后仰。只有左脚下踩才能开启力传导。完成架拍时，重心在右脚，右脚向上蹬起，左脚找位置。此时并未开始挥拍，一定是左脚下踩以后才带动着右髋前顶与引拍的出现。如果在左脚下踩前引拍，不仅顶肘错误，重心转换和顶髋都无法正确进行。这里再说一下击球点，为什么找球要在头顶上方？为什么击球时左腿与右手是一条直线？很多球友只是听教练说击球时右手与左腿是一条直线，身体是向左倾斜，所以找球时要把球放在头顶位置，而不是右肩前面。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练习时总是做不到左脚右手一条直线，是因为左脚右手一条直线不是目的。力传导正确的要求是击球瞬间重心在左脚。我们知道击球过程分引拍部分与挥拍部分，左脚右手一条线其实是为了强调引拍部分结束时重心完全来到了左脚，所以不要纠结左脚右手是不是一条直线，而要注意重心转换、顶髋顶肘开始的时机与顺序是否正确。发力环节顺序错误是无法跳杀的。大家消化下本期内容，下期视频我们来学习简单的跳杀。